在这颗星球上，无数的文明更迭，人类的每个文明都不断在物质与精神上发展、提升和轮回，一次次的毁灭，一次次的重建。有的人迷失在物质世界，有些人选择探索真理。尽管真理难寻，修行的路充满陷阱与诱惑，让人失去方向。但有些灵性修炼与修行的精髓，如琥珀般被保留了下来。他们在这场大游戏中，在各个文明中，在各个朝代中，因着机缘而出现，也因着各种条件而消失，等待再次的出现。这些教导总是超出与突破当朝人们的制约以及既定的思想，故对于人们而言，总是难以理解的神秘。欢迎来到琥珀神秘学院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，我是阿吴。上节课阿吴以水瓶中的水、水流和沙子这三者来作为一个例子，来和大家讲解修行中的定的状态和境界到底是什么样子。以沙子代表头脑思想，水流代表人们的制约与业力，水代表觉知与觉察。我们也说到了四禅八定，即使你可以修到非想非非想处定，你仍然是停在修行的新手村中。沙子可以暂时被沉淀，水流却依然会再起。我也给大家一些功课，回去想想，要怎么样才能不再有水流的动能呢？要怎么样才能不再有业力呢？要怎么做沙子才能不再被带起呢？要怎么做头脑思想才能止息呢？这是自古以来困扰众多修行者的大问题。思想止息的程度、静定的深度、四禅八定，这些给修行者的坐标是重要的。阿吴并没有说这是错的，我只是说，若你只知道这个，一直往这个方向钻下去，对于开悟与见性悟空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何况对于绝大多数的修行人，要以四禅八定这个路线一步步深入。在现代，已经没有多少人可以走这条路到达四无色定的程度。因为现代资讯太多了，造成人们难以长期非常专心练习。即使你是专修班，现代的寺庙也有一堆的活动和业务，已经少有让修行人专心修行的环境了。四禅八定，这是一条一步步打怪、一次次升等级的模式，它会让你的灵性得到一定的提升，是每个初修的修行者需要练的过程。当年的悉达多即使到了最深的定境，仍然没有找到真理，决定放弃这条路，再往其他方向去探寻真理。怎么当今有志修行的学人还试图深入这一条路呢？佛陀的故事都没有好好看看和研究吗？再说一次，不要误会阿吴的意思，我并不是说四禅八定是错的，但这只是修习定最初的一个评量表，它就像你要开始运动前的一个暖身热身的活动。暖身活动无疑是重要的，如果你不经过它直接下场比赛，你会受伤，你会无法进入比赛的节奏。但暖身要到什么程度，因着每个人当时的状态都不一定。你可以调整好到身体最佳的状态后，就下场比赛了，不一定要做到知识表定暖身的最高标准。四禅八定也是一样，如果你不做这些练习，就无法开始启程，开始进入真正的修行。因为你的头脑还乱糟糟的，它是沙与水经过充分搅拌过一碗浑浊、愚浊的水。但如果你坚持要把这些暖身活动练到最高标准的程度，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暖身活动上，迟迟不下场比赛，最后暖身完了就掉头回家休息了，那不是很奇怪吗？
那就像自古许多修行人一直在练习沉淀沙子，平息头脑，得到短暂些许的平静与宁静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那就像暖身完了就回家了一样。我知道很多人听阿吴这样讲会很不服气，会觉得莫名刺耳。因为照阿吴的这个说法，那么世间的修行人不就大多都在从事修行的暖身运动吗？是的，阿吴就是这个意思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大多数的人们都被卡在新手村的原因。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暖身完了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。这也是正法的难能可贵之处。让阿吴来说明一下正确的修行流程吧。一、静坐冥想，让头脑渐渐安静，也就是让愚拙的水中沙子得以沉淀。这个时候就是在进入四禅八定的一步步境界。当练习经过一段日子，你已经可以比较熟悉在静坐时进入相对的安静与安宁。脑中安静的程度当然是越深入越好，但并没有一定的标准。只要自己觉得已经得到相对的宁静就可以了。此时你已经做好了适当的暖身，可以往下一步迈进了。二、此时虽然不是全部，沙子已经渐渐沉淀，但水中时不时还会有莫名的水流与暗流扰动着沙子。此时就要起观。我们说过，在这个例子中，水瓶的水代表觉知与觉察。因为此时瓶中的水相比之前已经相对的清澈，所以这个步骤就是要你去认出水的存在。之前的你太认同沙子了，你太认同头脑思想了。我们已经在步骤一制造出相对清澈的水，这已经是相对有利的环境让你去认出水觉知了。所以与第一步骤四禅八定不同的是，第二步骤的重点是要你去认出瓶中的水来。这个步骤若放在琥珀1到10级第一步，阿吴解说的观音法门里，就是去认出闻性，也就是那个能听的功能。若放在观心法门里，这个水就代表你的觉知的功能，也就是观。所以认出瓶中的水一直都是修行的关键秘密。大多数的人都分不清楚水与沙子的差别，也就是觉知与大脑思想的区别。因为要区分觉知与头脑思想，需要很细腻的去体会。对于总是头脑乱糟糟的现代人而言是非常困难的，所以才需要先经过第一步骤的暖身，再来体会，再来起观。至于这瓶中的水要用什么方法去认出呢？答案是利用沙子，也就是利用头脑思想去认出觉知这个功能。我知道很多人会开始搞混，让我来解释给你听。太乱的头脑无法体会出觉知，但完全没有思想，变成一滩死水也难以体会出觉知。水太愚拙，你认不出水，但完全没有沙子，只有纯水，你也很难认出水，因为水是透明的，无法被看见。要认出水，我们需要一个相对的对比。当看见几颗沙子在水中，于是你可以知道有水正在承载着这些沙子。你知道头脑思想的出现，因为有一个觉知，有一个关照承载着这些思想，所以你才知道这些思想的存在，不然你怎么知道你在想呢？一定是在思想背后有一个东西在看着这个思想，这样你才知道自己在想，这需要好好体会。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中，我的思想并不是我，那是因为人们太认同了头脑思想，才会误认了思想就是自己，才会认贼作父。所以这放在修行自我探寻上，我思故我在是错误的陈述。但如果我们用另一个更深层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句，我思故我在又会变成正确的叙述了。因为借着我思，借着我的思想，可以去找到相对于思想后面的那个觉知。在你头脑中，只要一有思想出现，就马上对应着觉知的出现。就像你只要一写字在黑板上，你就可以借着黑板上的文字图案去认出黑板，去认出这个背景的存在。因为没有黑板，文字就无法出现被感知，而文字一出现就彰显了黑板的存在，所以你可以利用头脑思想去反推，去感受，去认出那觉知，认出那关照。
那觉知、那关照的功能是不生不灭、不净不垢、不增不减的恒常存在。此相对的方法就是我们一直说的神圣二分法，利用有限的去找到无限的，这在琥珀的第一步的控法教学与琥珀第二步的魔法教学、炼金术的奥义中，我们都一再提及并介绍。这里又再度出现这神圣二分法，这样大家有没有越来越熟悉和抓到诀窍了呢？这就是正定与四禅八定的不同。正定已经找到了水，并认同了水；四禅八定还是认同沙子，觉得自己是沙子。所以对这些没有起观、只会修比较僵硬定静的修行人，水中只要一有水流，就会让这些修行人觉得烦躁与困扰。但对于的正定的水而言，沙子的起落又与我何干呢？任它起，任它落，我自逍遥无一事。这就是得正定后的清静与自在，和四禅八定的死水了无生机，当然是不可比的。所以阿无才说四禅八定是暖身活动，正定才是质的改变，是一种蜕变。这种蜕变有如一颗种子，已经种下了日后花开的条件了。以上的解说，阿无已经把止观双修、定慧等持这修行的步骤与观念说完了。在止观中，止与观这两个修行工具中，许多修行人只会止，只会修安静、宁静，只会一项工具，却不知心思安静后就要起观了。所谓的起观，就是去深入的感知、感受自己的内心状态，去区分出主体与客体，去区分出水与沙子。止与观是修行人的两种工具，需要交互去运用。而所谓定慧等持也是同一个道理。定慧等持里指的定，是指那种比较死的定，沉淀沙子的定。定慧等持里指的慧，就是指上述的观。定慧等持呼应了止观双修，也就是在讲正定的重要与方法。这样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吧？阿无利用这2堂课，把到底什么是正定解释给大家听了，把正确的修行方法又再一次说给大家听，再一次证明了修行是有方法的，不是傻傻的坐在那里，坐久了就会突然开窍，也不是到庙里拜拜，有口无心的念一念经文就可以开悟的。自古许多的方法都记载在佛经和其他经典中了。琥珀神秘学院传承了这些方法的精髓，由阿无以简单白话的方式教大家。这在没有接触过人类灵性修行的吃瓜群众，或对于修行的小白而言，可能还是听不太懂。但对于稍微深入从事灵性修行的人们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如果大家在修行中有什么疑问，或对什么主题有兴趣，也可以提出来讨论。不然阿无若不小心越讲越深入，许多人就跟不上车了。先降，拜拜。